阿扎斯，欢迎来到阿扎叔的频道。葬送的芙莉莲不意外成为目前10月新番的主角，每个画面的精致度都呈现得非常优美，像是这一幕泡在水里的芙莉莲，简称泡水莲。合甲首集在日本国内是采用2个小时的特别篇，搭配了特殊 ED Bliss。这首暂时只有日本国内看得到，而我们海外民众看得的版本是一般的 ED Anytime Anywhere， 2首都是很棒的音乐。而今天影片就是来聊聊动画中的灵魂音乐制作人 Evan Cole。他于1988年6月29日出生于美国加州。一般来说，我们对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的印象呢，都是从小就开始学音乐，可能4到5岁就接触钢琴或者弦乐，而只要谈到音乐家，浮出的样子应该都是古典乐手的画面。但 Evan Cole 开始接触音乐的时间却是在13岁的时候。那一年，他因为长期的头痛而影响生活，经过诊断后得知是枕神经痛，这是一种颈部肌肉紧绷而引发的疼痛，连带影响头部的周围，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眼窝。现代人因为低头滑手机，所以非常容易得到这个症状，所以正在用手机看片的你，记得要放松一下颈部肌群啊。后来实在是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休学安养身体。休学期间，他也只能在家自学写作业。因为用药的缘故，也导致身体无法像普通的那样活动，久病容易厌世，对生活也容易感到乏味。偶然间，他在家中的仓库发现了一把吉他，据说是妈妈在70年代所购买的。这把吉他在 Evan Cole 难过烦闷的时候，点亮了人生的曙光，也成为了13岁开始学音乐的契机。他利用这把吉他向附近的邻居请教学习乐器，也从中领会了最早的乡村音乐风格蓝草音乐。学习蓝草吉他的时间大概是1年，后来恢复身体健康后升上高中，他加入了合唱团，成为团员中负责和声的一员。团内有一名老兄跟 Evan 相谈甚欢，找了他一起玩音乐。你可能会觉得玩过蓝草音乐又待在合唱团的 Evan 应该还是会选择比较传统的音乐来玩吧，但这次他特地买的电吉他与这位老兄玩的是金属乐。这段青春奔放的时间， Evan 在这名老兄的传教下得知了许多日本的动漫知识，或许就是这位老兄就等同于是 Evan 的 brother， 也因为这段经历让 Evan 埋下了音乐领域的因子。高中毕业后， Evan 去读了2年制的社区大学，主修西班牙语课程。原本是打算成为英语与西班牙语的翻译人员，后来在通识课程中发现了一些音乐理论的课程，这让他非常有兴趣，所以就给他选了下去。这时候的他开始尝试作曲，慢慢的着迷于音乐的世界，无法自拔。平时的兴趣就跟你我各位仔仔一样，热衷于动漫跟游戏，无论是在欣赏还是在游玩中，他比以往更加关注在作品中的配乐。这时候他下定决心要让作曲成为他的职业生涯。提到的动漫有3部是他私心非常喜欢的作品，也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一部是2006年的动画《死亡代理人》，当年的 OP、ED 的曲风深深烙印在 Evan Cole 的心中。对他而言，这2首曲目每次聆听都让他鸡皮疙瘩。第2部动画是2004年由 Bones 骨头社制作的《狼语》，这部以人与狼结伴而行的奇幻之旅，作品风格走向黑暗及抑郁，探讨许多意识流的分析。但对 Evan Cole 而言，这部作品是一场情感之旅。配乐由菅野洋子来制作，作品中使用爵士风格与交响乐的和声切换与搭配，完全震撼了 Evan， 可说是影响他的启发作品之一。这边一样放上 OP 及 ED 2首曲子，都是由菅野洋子所作曲及编曲。刚刚说的2部作品都是他在成年后才结束的作品，而第3部作品是童年时期的最爱，也是你我都不陌生的宝可梦。不只是追着电视看着最早的宝可梦动画，他也沉迷在 Game Boy 的游戏上，特别点出了当时的2款游戏，蓝版与银版。这2款是他童年的挚爱，即便到了高中之后， Evan Cole 还是时常拿起吉他来刷个宝可梦的乐曲，回忆起当年小时候的单纯。除了上述的3部电视动画，他也列出了电影与 OVA 各自喜欢的作品。电影是吉卜力工作室的《神隐少女》，
OVA 则是《神剑闯江湖》追忆篇。追忆篇我之前有偷推过，之前也有说过会做这部的介绍，刚好我们频道最近有做了一些新版神剑的相关介绍，可以点连结去了解一下。在短期大学毕业后，他向伯克莱音乐学院申请入学，第一次被打枪，隔年2度申请才通过，顺利的衔接上4年制的大学，就读波士顿伯克莱音乐学院，这间也是音乐名门之一啊，旗下门生获奖相当惊人，格莱美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托尼奖，只要是你听得过的都拿了不少座。Evan 在这里主修电影配乐，就他的说法，电影配乐是学习如何把自己看过影片的感觉谱写成曲子，同时也是在学习如何用音乐来表达情感。作曲的世界本身涵盖范围就非常广泛，无论是磅礴的交响乐还是现代流行乐，都有各自的一门学问，并不是深奥的音乐才叫做有深度。音乐制作必须要能够随时跳出刻板印象，因为音乐是要表达人们最真实的感受，是要说服观众，而不是专业人士。在伯克莱就读的期间， Evan Cole 也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与他们交流后，深入认识了不同的音乐观念，这对当年未曾离开美国的 Evan 是一大冲击，间接促成对音乐的探索的转变。另一方面，伯克莱音乐学院有着著名的世界2大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与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前者的演出是专注在古典乐，后者是在古典与流行间切换。凡是伯克莱音乐学院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去听这2个乐团的表演。校方也是希望借由耳濡目染的效果，提升学生对音乐的鉴赏与品味，能够近距离欣赏到这些世界超一流的演出。基本上只要是学生，每个礼拜都会去看好几场。Evan 也是如此，4年的时间一下子就结束了。即将毕业的 Evan 面临2个出路的选择。多数学习电影配乐的学生在毕业后会直接到纽约或是洛杉矶好莱坞担任助理，但这些地方竞争相当激烈，世界一流的制片人才都往这里靠拢，要从助理熬出头可能得花上10年以上的时间。另一个选择是到日本发展。他从身边的朋友听闻，日本反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作曲家有更多的机会，而且日本有独门的动画影剧文化。与友人仔细咨询后，下定决心前往日本发展。想出国发展，首先要有钱。毕业后的 Evan 有一阵子都在打工，他就曾经做过清洗工人，到豪宅家中清洗门窗、地板。多亏这些工作存了一些钱，有了资金到位后，就立刻飞往日本逐梦。也是在朋友的介绍下，引进了 Aria Entertainment 这间音乐制作公司，随后顺利加入该公司旗下的音乐团体 Elements Garden。Evan Cole 在这里担任起助理的职位，磨练自己在动漫领域的作曲及编曲能力。从2012年到2016年参与了不少作品的音乐制作，2017年换了东家，加入了 Miracle Bus， 一直持续至今。让他真正声名大噪的时间点是在2018年，被称作人类圣经的动画《紫罗兰永恒花园》，由他成功创造出感人无数的乐曲。这些曲子配上剧情的画面，在开播的当时，几乎每2集就有人发文表示哭爆。明明早就知道剧情的走向，明明知道接下来又是套路，但音乐一下，眼泪就跟着角色一起掉下来了。在上一集介绍福利点的影片中，我也特别介绍了2首 BGM， 是我认为必听的曲目。想知道是哪2首，也可以点击连结去了解。2020年 Evan Cole 同时操刀2部动画电影，分别是《紫罗兰永恒花园》电影版、乔瑟与虎与鱼群。前面已经说了紫罗兰，这边稍微说一下乔瑟的音乐。原声带中的其中一首 If I Could Be Free， 无法行走的少女在少年的帮助下，翩翩起舞属于2人的华尔兹。除了当红炸子鸡的福利莲，另一部7月动画《我的幸福婚约》也是由 Evan Cole 负责，剧中用了钢琴与弦乐的例行配置。该作品故事场景正好处于日本引入西方文化，所以也用上了日本的传统乐器，像是日本筝、尺八，将它们插入在原本的西乐配置内，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够带出日本的风格感，甚至可以让人为之一亮的听觉感受。目前原声带已经在 Spotify 上架，
好听的曲目有很多，建议直接上去听。芙莉莲的 BGM 应该不少人都感受得到具有电影的磅礴感，但这次动画上的配乐安排流程其实与以往不同。日本动画制作通常都攻击很赶，边播边画是家常便饭，而制作音乐的环节通常还没有任何的动画成品，作曲家必须用有限的素材去猜测剧情当下的情境，然后制作一段 demo 档案让监督们去挑选想要的风格，等风格确定后再从下延伸去制作，而这段过程大部分都没有动画成品可以看。但芙莉莲却是比照电影制作的方式，先有了成片可以观看，这让作曲家有足够的画面素材去填充创作元素。通常采用这种做法能够带出更多的画面情绪，但要做到先有成片的前提，代表着工期要充裕，非常吃人事的沟通安排。要达成这些条件真的非常不容易，更别说芙莉莲刚开播就宣布一口气要做成半年番，现在能够这么阿萨里的动画真的很少了，或许也是多亏了制片人福士寓意了那强而有力的人脉了。目前针对芙莉莲的故事世界观，总共制作73首配乐。就目前的动画技术成果表现，音乐风格具有非常浓厚的凯特尔的音乐元素，融合爱尔兰与苏格兰的音乐风格，特别请来了匈牙利的交响乐团共同录制，最后加入电影规格的混音编曲，这还不够强大吗？由于本作的故事中有着非常多跟伙伴的回忆场景，所以 Evercole 就表示他将每一次回忆的心情都融入在音乐中，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点，并聆听这一段刻意安排的旋律旅程，而用他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次的音乐主题，那就是让人感受并唤起久远的记忆。那么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